美国在朝鲜半岛动作不断，是想再一次把中国家门口变成战场吗？冷战已经结束了30多年啊，但是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最近仍然是气氛凝重，剑拔弩张。北边的说要加大力度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啊，南边也放狠话，直接要把美国的核弹请到家里来。这不，时隔42年，美国的核潜艇重新回到了朝鲜半岛，而这下中国家门口怕是又要不安稳了。前几天，一位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官员说呀，美国的战略核潜艇目前正在韩国釜山港停靠。这种级别的战略核潜艇，上一次来韩国还是上世纪的80年代美苏冷战的时候。冷战时期，美国出于争霸的需求，在亚太地区一度部署了不少的核弹啊，有瞄准苏联的，有对准中国的。在抗美援朝时候呢，美国特意在太平洋关岛为中国准备了不少架核轰炸机，但是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没有那个魄力下命令。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啊，核大战的阴云更是达到了顶峰，而美国在1964年制定了一个计划，把核弹瞄准了中国的30个城市，打算一口气干掉我们30%的人口，让中国彻底瘫痪。幸亏天不亡中国，当年啊那场核战争没打起来，而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也把部署在韩国的核弹给撤走了。中国的家门口迎来了短暂的和平，但是由于尹锡悦政府一意孤行，韩国现在对美国的谄媚至极，宁愿做出让步，也要修复与日本的关系，还要把韩美同盟升级为核同盟。这次停靠在釜山的美国核潜艇用的很可能是3x2型的第5的洲际导弹，那么每个导弹上可以携带3到12个核弹头，这是美国3位一体核威慑重要的一环。而这款洲际导弹射程是达到了11000多公里，能从美国的西边打到上海。这下停在韩国离中国这么近，毫无疑问，整个中国没有它打不到的地方。而按照韩国的说法，美国的核武器不会针对中国，而是用来对付北边邻居，保护韩国的。但这种说辞可信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尹锡悦政府推翻了之前文在寅政府对中国的承诺，而此前中国和韩国因为萨德的反导系统还一度闹翻，还是文在寅上台之后再三向中国保证，中韩关系才得以恢复。没想到尹锡悦上台之后很快就翻脸了，要继续追加萨德的部署，把之前韩国政府做的承诺抛到脑后。韩国如此出尔反尔的做法，让我们怎么去相信美国把核弹部署到韩国仅仅是为了对付它的北边邻居呢？其实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印太地区编织了一张大网。美日韩同盟、美英澳同盟、美日印澳4国机制，这些都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枷锁。而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的话，活脱脱就是个印太版的小北约。即便韩国这次是真诚的，但是我们对美国也不得不防。而就在美国核潜艇停靠釜山的同一天，有一名美国大兵又惹了大祸。这个士兵之前犯了一个错误，在韩国坐了牢，即将押回美国被军法处置，结果却在半道上跑了，逃到了3八线以北。这下事儿就麻烦了，这个逃跑的美国士兵很有可能会被北边那群人给扣押起来。美国会怎么做？这不禁让人想起了1937年的时候，日方借口有士兵失踪，炮轰宛平城，正式开启了侵华战争。美国会不会学日本的套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家门口的安全局势，因为美国的搅和，现在已经是岌岌可危了。好，本期节目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